你打算干什么呀？我打算干什么？啊？你从洛菲斯那儿收购魔晶的股份，是打算和麒麟软件合并啊？可我怎么看着不像呢？你操心的真多哎，为什么不像？魔晶是个好软件，而且这是公司董事会统一的决定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。你少来！我问过麒麟的技术部，他们把仿制软件都做好了，语音系统也很完备，结果被你一句话就打回去了。所以这我就不懂了，你打算干什么呀？肯定没那么简单。谁告诉你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这件事没多少人知道，到底谁告诉你的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是有这么回事儿，怎么了？我投资金城的研发中心，赔了一大笔钱。当初咱们说好的，不管谁吃下移动互联网这块蛋糕，都会平分。所以你现在这步棋我看不懂，想听你解释解释。4000万就说赔一大笔钱，不带这么开玩笑的。你说你都要当神仙的人了，张口闭口说钱，俗不俗？少废话！你看见哪个穷人当神仙了？你以为山上就那么好住啊？我要由着你们胡来，还没当成神仙呢，就饿死了。我承认，魔晶是个好软件，但是它已经到了瓶颈期，后面的山寨软件会把它活活压死。别人可以做山寨，你也能山寨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买魔晶是个幌子，后面肯定有秘密武器，而且是核弹级的。你真的很抬举我，还核弹级的。你到底当不当神仙了？没完没了的问问题。好吧，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走。我要真当了神仙，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打算跟你学习。也当神仙？啊不，那个境界离我太远了。我打算继承你的志向，进军电子商务。你，我说姓李的，我这儿还没挂呢，你就急着给我打棺材啊？你等着。我跟你开玩笑。你看我像那种人吗？你不像，你简直就是。那我也得提醒你，郭新年的主意也不靠谱，你别头脑一热就什么都信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，魔晶你不能碰，不管你当不当神仙，你都不能碰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开始说话不像话？这不像是你的作风。什么意思？你最近不是一直接触他们吗？你是有千里眼，还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了探头啊？那你就别管了。我最近有个赚钱的机会，可惜啊，不能跟你分享了。说说看。这儿没人，说。我跟彭学武打赌，不出2个月，你会把那盆水再喝下去。我马上就要赢了，谢谢。李总，温妮小姐来了。欢迎，李总你好。请坐。洛佩斯培养出来的人不简单，这么大的跨国投资企业，员工保持这么快的反应速度，我的员工能不能够一通电话马上就到，我都有点怀疑。李总，我今天来是代表魔晶的股东，想跟您谈一谈魔晶股份的问题。魔晶的股权代表，难道不是郭新年吗？他怎么没来？再说了，魔晶还有一笔我的债务没有处理。那您是希望先谈债务的问题，还是股份的问题呢？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，为什么郭新年没来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
没想到李总说话这么直接。罗丹说过，完美就是去掉一切多余的东西。李总，是这样的，第一，关于魔晶债务的问题，我们股东达成一致，因为您曾经对我们的帮助，所以我们愿意按照今天魔晶的市场价转让相应的股份给您，资金使用的费用和利息，一切从优。我接受。第二，我代表的股东是除郭新年以外的股东，他们是魔晶天使轮的投资者，想在合适的时机转让或出售魔晶的股份。这个我没法接受。洛菲斯把魔晶的股份卖给我，是因为他们干的本来就是拆分的生意。你所代表的股东想在适当的时机出手，那表示你们团队里面产生了重大的分歧，这会让我对于这个团队的信心开始动摇，所以我没法接受。既然来了，留下来吃顿饭吧。喂，李总。李总，像您跟郭新年这样的人，你们的团队都不会太稳定的。为什么说我的团队不稳定？彭总天天说，麒麟最大的5位股东都上过胡润排行榜，其余4位都活得让人羡慕，只有您，睡行军床，住办公室，把其他人的活儿全干了。您跟郭新年的性格太像了，所以我猜，您的团队也不会太稳定。哼。我开始有点可怜彭学武，女下属太聪明，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带来的那份材料是？谢谢。就这么一点。每个人转让自己的1半股份，李总嫌少吗？你是觉得麒麟没有这个实力，还是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？郭新年正在研发魔晶的新工程。是什么？我对于技术的兴趣太大，如果出于保密，你可以不说。那我就先不说了。股东之间虽然偶尔有点小矛盾，但是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。我们不会放弃对郭新年的支持。手里握着1半的股份，也是想确保魔晶有自主研发的能力。你可能不太了解麒麟。陪温小姐吃顿饭，然后带温小姐参观一下麒麟企业。这么一点股份，对麒麟来说意义不大。要不然全部，要不然你可以去市场上问问有没有其他人有兴趣。带温小姐好好参观一下，我就不奉陪了。李总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为什么老是错？老大，
别跟电脑较劲啊！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这就是那个选字的智能系统不行，多少人想解决，它解决不了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我非得找出一个办法把它解决了。哎呀，我走了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回家呀！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答应杨洋每天12点之前要回去。哦，对，我给忘了，12点了，你赶紧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哪天结婚来着？你说你现在还能记得住什么？下周周四。下周周四，记住了。行了，我到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吧。走了啊，走。跟杨洋说，别怪我啊。杨洋是不怪你，他妈都快恨死你了，说我这都快结婚的人了啊，天天12点之后回家。那你赶紧走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奉劝你一句，啊，别再熬了，你跟我学习学习，赶紧找个人就结婚吧。说的容易，我跟谁结呀？纳兰啊，滚！走。纳兰不错的，纳兰那么优秀的姑娘找了你，人家都亏了。谁让日程啊？哥，快去洗澡吧，再不洗就没热水了。都走了，该去见女朋友的去见女朋友，该去见媳妇儿的去见媳妇儿。哎呦，哥，加密的事你就别管了，我来弄。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上传到了公共硬盘，按照权限，他们是没有办法私自下载的。就算咱俩现在都不在，我把硬盘一锁就完事儿了。我没跟你聊这个，我在跟你说的是，都有地方去，就只有咱们俩，像2只孤魂野鬼一样。漂亮就哥，你是不是也想找女朋友？文妮姐，我本来想着做成了这件事情，体体面面的去把她接回来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真办不成了。哥，你要这么想，我们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，什么样的女朋友你找不到呀？我跟你聊的是真爱，不是随便哪一个漂亮姑娘。别碰。还能退换过去的时光。彭总，这是你的辞职报告，以后不要再给我送来了，我不会批的。我提出辞职是认真考虑过的。我明白洛菲斯的投资立场，赚了钱就跑，唯利是图嘛。但这跟我的性格是有矛盾的。你这样做让我很为难。从专业上说，我不愿意失去一个得力的助手。可你性格里的那些道德感，确实不太像一个做投资的人。好了，彭总，您不要再给我做工作了。我知道有职员辞职是有一个挽留的过程，但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批了吧。不可能！我现在把魔晶卖给麒麟了，挣了一大笔钱，我还没奖赏你就放你走，这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，这叫奖惩不明。人家都会笑话我彭学武的，要不要是你的事，给不给
是我的事。彭总，您对我最大的奖赏就是批准我辞职。Hello，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好久不见，我怎么觉得你又白了，更嫩了，真好看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从那么老远地方跑过来，到晚上呢山里边没车，我走了快10公里山路才坐上公共汽车。好容易见面了，一来你就怼我，合适吗？你从多远的地方来啊？你到那干嘛去了？也许我可以帮郭新年做一些事情，就算对你崇高的道德感做一点小小的弥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很明显，李奔腾是想控股魔镜，他志在必得。我可以出面让罗菲斯继续购买一些魔镜的股份，比如说翻他个2倍到3倍，因为罗菲斯的价格评估在投资行业里是有权威性的。所以，无论价格是多少，李奔腾都会吃下去。这样，至少让郭新年可以多赚些钱。谢谢。这是我头一次听说还能用钱去衡量道德的。您这个提议，天底下有99%的人会答应，并且觉得很满意。但是郭新年就是那1%的例外。他还要负隅顽抗吗？那他就是螳臂当车，匹夫撼树了。郭新年就像堂吉诃德，他一直孤军奋战，但我很欣赏，至少他还有道德感。我明白了，上次你跑到我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的，我当时就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谁能把倔强的纳兰给收拾了？我找到答案了，我心里平衡了。对不起，我为我上次的冲动向你道歉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只要我还在洛菲斯，你就不许辞职。说吧，你是不是来借钱的？你怎么会以为我是来找你借钱的呢？你人间蒸发说没就没了，手机号码也换了，你是不是被追债啊？你还是关心我呢。有事儿说事儿，我要去上班了。我告诉你了，你也不信呢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在做航空母舰呢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不信吧，我真的在做航空母舰呢。跟我一起做航空母舰的还有好多的高手，
我们都把手机上交了，为了防止有人泄密，我们1个月只休2天的假。我们每天都在工作。现在放假了，我想你了，我就跑回来了。你做的航空母舰能下水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。你现在还有多少钱？你看我说吧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还是因为钱，你就不能直接跟我借钱吗？什么航空母舰？还是你还我那些，1分钱没动。你不会连密码都没换吧？没换，下次换。那要是这一次我再失败了，再还不了你钱了呢？那正好，你就消失，以后别让我看见。我真的在做航空母舰，我在跟李奔腾一起做航空母舰。你还有多少魔晶的股份？抓紧卖了吧，你们魔晶完蛋了。我真的不是来跟你借钱的。行了，不管你怎么说啊，你就告诉他们，我还在，我没有去上山，别再提什么做神仙的事情了，闹得这我还不够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你要搞不定，我先弄死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烧香啊！你有火吗？这个时候你还来看热闹，真厚道。我好多朋友都买了您的股票，最近股价跌那么厉害，您得给个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不是已经说我完了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跟你这么好的朋友，我都替你说好话。哼，才怪！真的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对卧云总有信心。不就一盆水的事儿吗？喝了就是。然后卧云总会接几个大项目，股价连拉1个月，涨停肯定没问题。你说你负责啊？我可什么都没说。我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卧云总要接手软件天才魔晶创始人郭新年的项目，进军通讯界，搞网络电话。到时候，又是一轮新的腥风血雨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够朋友？你绝对在我办公室里装探头了。既然是好朋友，就不该在背后捅刀子。而且，好朋友也有义务互相提醒。你不懂软件。郭新年说的网络电话，如果他能在5年内做出来，我都跟你信。那是我无底洞一样的资金投入。
如果你敢投资它，麒麟立刻发布语音软件。别说你之前的4000万了，你之后投的每一分钱都会血本无归。我这可不是在威胁你。这不叫威胁，难道叫诗朗诵吗？随你怎么理解。另外，我劝你不要买魔晶的股份。但凡让我发现你有1分钱魔晶的股份，我会动用麒麟所有的力量来围剿你。好啊。我正愁没仗可打呢。说说，打算怎么围剿我？我会在所有的媒体上歌颂你上山修仙的传奇历程，歌颂你突破人类极限、放弃所有身家的伟大的历险者的心路历程。我会请 IP 大神以你为主人公进行创作，把你塑造成都市传奇。请一批漫画家画你成仙以后的形象，然后盖个庙，把画供在里头，供世人敬仰。报纸上的文章是你写的？当然。你让我蒸发了20多个亿，你可真够寒的心里的。是你先在背后搞我的，我在围剿魔晶，你居然想把我的网扯出个洞来。你停手，我就停手。我停手。那我就告辞了。你可别忘了，当初你答应我，这块蛋糕有我一半。先把那杯水喝了吧。第6次修改，第4次语音试验。卢卡和杨要结婚了。李总，你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倒点水。不，坐。我听说你住在公司，我走着想来看看你了。你怎么样？我还挺好，就是每天在这儿做这个。你这是语音识别啊？是，这可不容易。10年前就有好几家软件公司做过这个，但是后来都失败了。关键，你的选字软件用的是什么程序？我自己写的。我先读一遍千字文，让他记住我的口音，然后我定了基础规则以后，再连接字库。我们的口音也不见得每天都一样，电脑是标准化作业流程，但我们说话不是。你比方说，有情绪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，嘴里有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口音都不一样的。是，所以我这一直的错误率都特别高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给你听听。我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，我掉进黑洞里了。这个我是做给盲人的，老年人也非常实用。你比如说，我爸眼花，一要到看信息就到处找眼镜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索性我反着来。我要做一个把文字转换成语音的程序，这样盲人啊、老年人都可以用。我一直期许自己做事情要
霹雳手段，菩萨心肠。后面这4个字儿，我不如你。嗨，魔晶这么好的软件，你居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残疾人跟老年人提供方便，宅心仁厚。没有。但是听我一句劝，放弃语音识别。这不是你的能力问题，是汉语的特殊性已经决定了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技术上的想法？我还想做网络电话，做出来了吗？人手不够。一个即时语音通讯功能，已经惹了这么多麻烦，你再把网络电话做出来，运营商几十万人下岗，你养着。再说了，现在也没有这么大的带宽啊，苦都还没吃够，你非得让运营商把你给嚼碎了不可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左边我也不能干，右边我也不能干，我干脆找个地方等死得了。也没那么严重。走，先找个地儿跟我喝酒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得把这给关了。走。谁呀？金城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见纳兰。进来吧。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，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研发中心关了，很快，南洋科技公司也会关门。我来就是想跟你道个别。一路顺风。我真傻，像个孩子，为了一块糖，胡作非为，上访结巴。我早知道能猜到这个结尾，我就不闹了。我会选择做个好人。你曾经是个好人啊！在我刚到英国的时候，是你的照顾、陪伴、关心，让我从一个得抑郁症的黄毛丫头，变成一个快乐的人。我太笨了。可是我爸跟我说过，世界上只有笨人才能成功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成功。只要能不让我爸骂屎，我这辈子就算是成功了。告诉我许的什么愿？我想打电话给我爸妈，心平气和地说话，不要再吵架了。告诉他们，有一个叫金城的男孩在追求你，他拿香港护照。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我想再争取一次。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爸把家族财产转移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慈善基金会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可以一起管理这笔钱。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
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南美，好远啊！好远，地球的另一边。这边是夏天的时候，那边是冬天；这边是冬天的时候，那边是夏天。一切都可以改变的。金城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是郭新年。再说一遍，一路顺风。放眼全国，能够跟我一块撸串的，现在只有你了。所以咱们是羊肉串、高粱酒论英雄。对，天下英雄，唯君于我耳。现在我团队的人都在偷偷卖股份，没找你吗？说实话，找了，我没要。他们卖得太贵了吧？你瞧不起我呀？他们是对你太好了。他们只愿意卖一半的股份，他们还是希望你有主控权，所以我拒绝了。我还答应温迪这件事情要保密的。你就真的那么需要控制魔晶吗？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告诉过你，我必须拥有它。你知道，没有的人总是比拥有的人要更清楚一个东西的价值。再说了，到麒麟来不好吗？我给你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我提供你一个扬名立万的平台。我跟你谈的从来就不是生意，我也没把你当成是一个生意上的伙伴。那是什么？朋友啊，我绝对不会招待客户吃羊肉串的，这你得相信我。我再请求你一次。把魔晶全部卖给我吧，我们一起扬帆出海，打造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奇迹，怎么样？你的个性我太清楚了，你的坚持终将不敌资本，你需要我。但是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，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去过完这一生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李总，我真的不会把我自己的股份卖掉的。那你就是决心与我为敌了，你得小心点儿。不过你放心，
我会留你一个全尸的。时间比较紧，事先我也没跟你交流意见。项目书我先写了个大概，你看看。这边请。我觉得有点不对。霍云先生从来没让我等过。什么意思？最近这半个月，他金盆洗手，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，导致 WeCloud 的股价暴跌，蒸发了20几个亿。我不确定他还有没有魄力管墨镜的事儿。你是说他会变卦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